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印度大乘佛教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菩萨无著所提及的9个心理毛病。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菩萨无著。他是古代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菩萨无著在大乘阿毗达摩集论中深入探讨了人心理的毛病，提出了9种结。这些结是我们在修行和生活中所面临的障碍。他的教诲提醒我们要警惕这些心理毛病，以免他们影响我们的修行和生活希望。这段影片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并激励大家努力克服这些心理障碍，达到心灵的平静和自由。菩萨无著在大乘阿毗达摩集论中提到了9个心理毛病，分别是爱结、慧结、慢结、无明结、见结、取结、疑结、妒结和谦结。爱结，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放不下，也称为贪欲结；慧结，对他人或事物产生愤怒或仇恨的心理；慢结，对自己过于自负，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无明结，愚痴和无知使我们无法正确理解事物的真相；见结，价值观和见解上的错误导致对事物产生误解；取结，把自己的一切事当成是至高无上，不允许别人提出不同的见解；疑结，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心态，使我们失去信任和快乐；妒结，对他人成功和给予的不满产生嫉妒和妒忌的心理；谦结，舍不得给予他人和慷慨的心态，导致对施舍和分享抱持吝啬的态度。这些心理毛病是修行和生活中的障碍。菩萨无著提醒我们要警惕这些毛病，努力克服它们，以实现心灵的平静和自由。这些心理毛病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和痛苦，而菩萨无著提出了这些毛病的警示，希望我们能够警醒自己，远离这些不利于修行和人生的负面情绪。爱结，爱结指的是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放不下的心态，也被称为贪欲结。这种心态会导致我们对想得到的东西执着不放，甚至为了得到它们而不惜一切，进而引发各种麻烦和痛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追求各种东西，金钱、地位、名誉，甚至是一份完美的关系。这种追求或许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对这些事物执着不放时，它们就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枷锁，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爱结。爱结也被称为贪欲结，是一种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放不下的心态。它像一条缠绕心灵的绳索，让我们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我们为了追求这些渴望，可能不惜一切，不顾道德和伦理，甚至忽略了他人的需要和感受。然而，爱结所带来的麻烦和痛苦却是不可忽视的。随着我们对所追求的东西越来越执着，我们的内心也越来越不平静。无论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和地位，内心始终感到空虚和不安。菩萨无著曾经告诫我们要摆脱爱结的束缚，学会放下贪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放下贪欲意味着我们不再被外在的事物所控制，而是寻找内心的宁静和平静。这并不是要我们放弃追求成功和繁荣，而是提醒我们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平衡和和谐。慧结，慧结是指嗔恨之心，也就是对某些人事或物产生愤怒或仇恨的心理。这种情绪会导致我们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并埋下更多的麻烦，让我们感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不满和愤怒的事情。这种愤怒如果无法及时化解，就可能演变成我们所说的慧结。慧结即嗔恨之心，是一种对某些人事或物产生愤怒或仇恨的心理。这种情绪就像一把尖锐的刀子，刺向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难以平静。当我们陷入慧结之中时，我们的判断力
往往会受到影响。我们可能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伤害自己或他人。我们可能会说出伤人的话语，做出怀恨的举动，进而加剧矛盾和冲突。然而，我们要明白的是，慧解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痛苦。这种负面情绪不仅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心灵，也伤害了我们周围的人。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冷静，处理愤怒和不满，避免陷入慧解之中。我们可以通过冷静的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包容和宽容，化解矛盾和冲突，通过理解和尊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慢节是傲慢之心的表现，让我们对自己过于自负，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这种心态容易使我们骑虎难下，最终可能导致失败，并给自己带来痛苦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傲慢之心常常是一个让人难以察觉却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毛病，就是我们所说的慢节。慢节是傲慢之心的表现，让我们对自己过于自负，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当我们沉浸于这种自大之中，是往往忽略了自身的不足，而对他人抱持轻蔑或漠视的态度。这种心态容易使我们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我们可能过于自信而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风险，最终导致了失败和挫折。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不仅阻碍了我们的成长，也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和困境。然而，我们要明白的是，真正的成就不在于自大和自负，而在于谦虚和努力。只有在谦虚的态度下，我们才能真正成长，才能克服困难，实现成功。因此，让我们摆脱慢节的束缚，保持谦虚的态度，尊重他人，珍惜每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悟。明节、无明节是指愚痴和无知，使我们无法正确理解事物的真相，也就是茫然行事。这种心态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最终遭受磨难。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然而，当我们陷入无明节的迷宫中时，这些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无明节是指愚痴和无知，使我们无法正确理解事物的真相，而导致我们茫然行事。这种心态就像一层浓雾，笼罩在我们的心灵上，让我们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当我们陷入无明节之中时，我们往往做出错误的决定，徒增烦恼和困境。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所左右，而忽略了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我们可能会采取冲动的行动而不顾后果，最终遭受磨难和苦楚。然而，要克服无明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我们的智慧和洞察力，以更清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我们需要培养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不受情绪和欲望的左右，做出正确的决定。见解是指价值观和见解上的错误，使我们无法正确看待事物。这种心态会使我们对事情产生误解，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见解所影响。然而，当我们陷入见解的迷宫中时，我们往往无法正确看待事物，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见解是指价值观和见解上的错误，使我们无法正确理解事物的本质和真相。这种心态就像一面扭曲的镜子，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事物的真实面貌，而是我们自己的扭曲观念。当我们陷入见解之中时，我们往往对事情产生误解，偏离了事物的本质。我们可能会受到自己的偏见和偏见的影响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我们可能会对他人抱持偏见，和偏见造成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然而，要克服见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不断的反省和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见解，确保它们是建立在事实和真相之上的。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新的观点和想法，从而扩展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智慧和洞察力。取节
曲节是把自己的一切事当成是至高无上的心态，不允许别人提出不同的见解。这种心态会使我们变得固执和自我中心，难以接受他人的意见，最终导致孤立和痛苦。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固执和自我中心的心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曲节。曲节是一种把自己的一切事当成是至高无上的心态，不允许别人提出不同的见解。这种心态就像一座高墙，隔绝了我们和他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当我们陷入曲节之中时，我们往往变得固执和自我中心，难以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可能会拒绝与他人沟通和合作，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导致孤立和痛苦。然而，要克服曲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学会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扩展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智慧和洞察力。我们需要学会尊重他人，欣赏他人的价值和贡献，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疑结是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心态，使我们失去信任和快乐。这种心态会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不安全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品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心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疑结。疑结是一种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心态，使我们失去信任和快乐。这种心态就像一片阴云笼罩在我们的心头，让我们无法享受生活的美好。当我们陷入疑结之中时，我们往往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不安全感，怀疑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我们可能会对他人抱持怀疑和猜疑的态度，难以建立真诚和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到怀疑，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然而，要克服疑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学会信任和包容的心态，愿意相信他人，接受他人的善意和帮助。我们需要学会坚定自信，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从而摆脱对自己的怀疑和不安全感。妒结是指对他人成功和给予的不满，使我们产生嫉妒和妒忌的心理。这种心态会使我们对他人产生敌意，破坏人际关系，并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对他人成功和给予的不满的心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妒结。妒结是指对他人成功和给予的不满，使我们产生嫉妒和妒忌的心理。这种心态就像一把利刃刺向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无法享受他人的成功和幸福。当我们陷入妒结之中时，我们往往对他人产生敌意，嫉妒他们的成就和幸福，难以感受到他人的喜悦和快乐。我们可能会对他人抱持嫉妒和妒忌的态度，试图阻止他们的成功，甚至进行攻击和抹黑。这不仅破坏了我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和困扰。然而，要克服妒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学会欣赏和祝福他人的成功和幸福，从而摆脱嫉妒和妒忌的心理。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自信和自尊，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梦想。谦节是指舍不得给予他人和慷慨的心态，使我们对施舍和分享抱持吝啬的态度。这种心态会使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疏远，并限制了自己的成长和幸福。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舍不得给予他人和慷慨的心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谦节。谦节是指对施舍和分享抱持吝啬的态度，使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疏远，并限制了自己的成长和幸福。这种心态就像一个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黑暗阴影，阻碍了我们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当我们陷入谦节之中时，我们往往对施舍和分享抱持吝啬的态度，不愿意给予他人帮助和支持，甚至对他人的成功和幸福心存不满。我们可能会对他人抱持冷漠和排斥的态度，
造成与他人的关系疏远，失去了宝贵的人际资源和支持。同时，我们也限制了自己的成长和幸福，错失了与他人合作和分享的机会，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目标。然而，要克服千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学会慷慨和宽容的心态，愿意给予他人帮助和支持，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与他人的和谐共处。我们也需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从而实现自己的成长和幸福。总之，菩萨无助提醒我们要警惕这些心理毛病，以免它们影响我们的修行和生活。希望这段影片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感谢观看。非常感谢您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最重要的开启提醒小铃铛。谢谢观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